嗨，你们好吗？呃，我发现，我刚才突然发现自己穿着睡衣就来录视频了，不过也没有关系了。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可能呢你们都已经听说过了，因为真的非常有名。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这只是一个话题，帮助你们练习一下中文听力，然后学习一些新的词汇。第一个呢叫破窗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房子如果其中的一扇窗破了，那很快呢，你就会发现其他的窗也会莫名其妙的被打坏。那一面墙如果有一个涂鸦没有被清洗掉，那紧接着呢，你就会看到这面墙上就慢慢的布满了其他的涂鸦。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那这个人就不会去乱扔垃圾。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本来就非常的脏，那么人就很有可能就非常容易的就把垃圾扔在地上，而完全没有羞愧感这样子。这个现象呢，就是叫破窗效应。这呢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心理现象，然后心理学家呢也在研究，就是当一个地面脏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让人觉得扔垃圾是心安理得的呢？那某一种情况它糟糕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放弃，然后就是不再去做任何的努力改进呢？那在中国呢，有一个谚语吧，叫“破罐子破摔”，意思呢就是说，一个罐子如果它只破了一点点，那么人们还会去努力的把它修补好。但是如果这个罐子已经破到完全不能用了，那么你可能就不会再去想着要去修补它，然后如果再把它摔得更坏一点，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心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是可能这引申到一段关系，那当这个关系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痕的时候，可能你还会想要去修补它，修复这个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关系已经到了非常非常糟糕的程度，那你也不会在意，就是它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这样子。第二个呢叫责任分散效应。在讲这个心理学现象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在1964年美国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当时呢，一位年轻的女子，她结束了在酒吧的工作，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呢，她发现有人跟踪她，然后呢，并且想要杀害她，因为那个人可能手上拿着刀吧。那当时呢，她非常的害怕，所以就大声的叫喊说有人要杀人，然后就是在喊救命这样子。那当时呢，就是有邻居打开了灯，并且打开了窗，凶手呢就害怕的逃跑了。但是没过多久，凶手又回来了。第二次他又再一次大喊救命，凶手呢又跑了。一直当时呢，他觉得自己可能没事了，但是就在他进入楼道，上楼梯的时候呢，发现凶手再一次出现，并且在那里把他杀害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大喊救命，然后事后呢，警察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38位邻居听见了他的呼叫。并且呢，也走到窗前，想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呢，这38位邻居竟然没有一个邻居出手相救，也没有任何一个邻居打电话报警。所以呢，当时这件事情呢，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然后也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那到后来呢，人们就把旁观者就把那种众多的旁观者，但是见死不救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叫责任分散效应。对于责任分散效应的形成呢，就是很多心理学家觉得这不能仅仅说是因为人的冷漠吧，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觉得责任不在于自己。那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看到了受害者的求助，那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那在这种时候，如果你不去帮助他呢，可能之后你会有内疚感。因为你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出手相救，所以导致了他一个悲惨的遭遇。那这样的话，你的心理代价呢就会非常的大。但是当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很多人可能人越多就越不会有人去出手相救。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大家都抱着一种想法，我不去救，别人会去的。那分担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责任呢就会很小。如果人很多的话，那你可能你身上的责任就会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种呢就叫责任分散效应。所以呢，就是当你在路上求助的时候呢，如果有很多人，千万不要看着大家说帮帮我，一定要说，那个戴眼镜的先生，你可以帮我吗？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把这个责任放到了个人身上，而不是放到了大家身上。最后呢，来讲一个叫罗森塔尔效应。那他呢，罗森塔尔呢，其实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然后他在1968年的时候呢，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他跑到学校一所小学，然后从1年级到6年级呢，各抽了3个班级来做所谓的预测未来发展的一个测试。我说所谓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测试呢，其实根本就是假的。但是呢，他把测试结果，就是他会就测试完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上呢，他就列出了就是非常有潜能的学生的名字。那其实呢，这根本就是假的，因为那个测试本身就是假的。但是他把这个名单给了老师，就给了老师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就是说这一些学生的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这些老师呢，就会对在名单上的学生产生更多的期待吧。然后呢，在8个月后，他们再一次回到学校去做调查，然后呢，就惊奇地发现那些在名单上的学生成绩普遍都提高了。是不是非常的奇怪呢？这从中也说明了老师的期待、老师的态度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实践也表明，如果一个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并且对他有积极正面的期待的话呢，久而久之，这个学生也会感受到老师的期待，感受到老师的喜爱，然后呢，也会开始喜欢这个老师，并且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老师。
和自己的学习吧，对待这个老师，对待自己的学习，对待自己的行为，然后慢慢的呢，他的行为也会向着老师所期待的那样往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的，那些不被老师重视或者不被老师喜爱的学生呢，他们也会从老师的行为当中，慢慢的感受到老师的态度，然后呢，也会对老师产生同样的情绪，就是他们也会不喜爱自己的老师，然后不喜欢读书，渐渐的呢，他们的行为就会越变越坏，所以从这一点上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小孩。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要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当然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定期更新我的视频，帮助大家学习中文。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